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大叔，今天给大家带来 FC 平台的洛克人5代。开场8个 BOSS， 我直接选择了从石头人来起手。其实洛克人系列 BOSS 都是一个相克的链条，你无论从哪个链条入手都可以，但是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你觉得第一关比较容易上手。5代的话，我觉得石头人、重力人还有凝固汽油弹人都比较容易上手。这种小安全帽现在一打就碎掉了。这里是一个隐藏，收集到了一个字母。字母的话是本作的一个收集元素，它一共有8个，集齐了之后就可以拼成洛克人5。同时洛克人会得到哥萨克研发的比特鸟，是一件非常强力的攻击性道具。洛克人玩了5代，终于可以看见他的鸟了。这种小的清完再往前走，碰到就掉血。还是躲吧。老鼠的话，如果不蓄力攻击的话，站立攻击你是打不到它。有一点好处是本作的蓄力攻击得到了加强。大家注意看，射出的大多了。M 罐的话非常强烈，可以回复你所有的能量。但是 M 罐同时只能拿到1个，如果你身上有了，那刷新点的就不再刷新了。本作有一个副标题叫做布鲁斯的阴谋，剧情上就是布鲁斯集结了8个机器人，把莱特博士抓走了。洛克人和哥萨克博士想办法来营救。这边就不上去了。这个跳跃高度还是比较极限的，给了个奖命。右边也是隐藏，里面有一个能量，还有一个血。咱们现在拿着没有用，就不拿了。这种小安全帽碎掉真是太讨厌了。来到了本关的 BOSS 战，石头人。有的小伙伴可能会回忆到在元祖洛克人的1代也是有一个石头人的，那个家伙可以把石头扔出去，但其实那个叫大力人，这个货是纯粹的石头人。大家如果对4代有印象的话，还有一个钻头人，风格都差不多。干掉了，这样拿到了石头人的能力。同时咱们现在也应该得到了弹簧狗。狗子的话感觉在本作的用处不是特别大。第2个 BOSS 选择了被石头人克制的火车人。高铁侠托马斯。轰炸安全帽，这个敌人之前好像没见过，总能给咱们弄出点新花样。开火车的安全帽，不要在我面前开车好不好？你这路况太好了，真要开车的话就应该任何路况都能够开起来，那才叫老司机。进入了火车的内部，
这种下蛋的母鸡，快点把它消灭，不然它一直在那下。在这蓄力，哎，它的蛋会跳，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之前这关都没有掉血，没想到被这跳蛋给弄掉血，一世英名毁在了跳蛋手里。又一个字母，这里就用弹簧狗了。狗子的科技好像退步了，弹的不是那么高了。安全帽只要露头之后，它就非常脆了。看洛克人的这个蓄力加强了，真的很多呀！不仅射出的量变大了，而且穿透性也变强了。一发两个，这个家伙比较狠，特别的肉，咱们就直接铲过去了。火车人的话，使用石头人的能力来打。石头人的能力用出来之后，是从你身体周围出现3个石头，它旋转着出去。但是呢，如果它没有旋转出屏幕，你再下一发出来是出不来的。这样的话，咱们就利用暂停来把石头重置。好的，这样打火车人更有效率。它实际上和1代的暂停大法还有区别，主要的功能其实就是取消掉了石头人的攻击的后摇，让你没有 CD 了。这样拿到了火车人的铲，蓄力铲。下一个来打波浪人。波浪人，咱们看看他到底有多浪。蓄力铲的话，可以通过这些喷出来的浪，但 BOSS 的浪铲不了。不过这种滑铲的消耗是特别小的，所以说打 BOSS 的时候可以和他拼命使。如果能和 BOSS 拼命能赢的话，我一般是不会什么走位啦、磨练技术等等。这里大的泡泡你能够踩住，小的泡泡只能够点一下脚。我为什么从左边上呢？因为右边上面是剑刺。对，如果屏幕上来你就没有任何机会了。非常的坑。洛克人系列的尖刺大家也知道，向来是一发秒杀的。波浪人这关还有水上开车的场景，我印象当中应该是系列的头一回。时不时的后面还要上一个敌人，后面这个敌人让我感觉就是量产型的布鲁斯。大家应该记得他在陆地上的形态和布鲁斯的攻击方式非常像，也是单手持盾。这里要打一个小 boss， 是一个机械章鱼，额头处是弱点。打爆。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本关的收集字母就在前方不远，错过了可就错过了。这张图最讨厌的就是这种机械的海豚，其他的怪都没有威胁，就是这种海豚扑你的抛物线，覆盖的范围非常广。好，捡到了字母。
这里的道具非常多，其实多掉点血也无所谓。续一发 ，BOSS 战了。波浪人就可以用蓄力铲来直接铲死，和他拼命即可，他是拼不过你的。5下。波浪铲不动，但是也可以拼，因为他打人比较轻。这样又拿到了波浪人的能力。波浪人真是惨啊，被各种夺命剪刀脚给缠死了。下一个咱们来星星人。星爵，这关的重力比较小，所以说跳起来非常的高，也非常的飘，而且本关是有不少尖刺的，需要非常小心。前方就有这种尖刺，刮到就没了，跳的时候要小心一点。既然受伤了就往前冲了，要让每次受伤变得有意义。这里又有一个字母，这个要小心点，跳不能按的到底，按到底的话直接就撞到尖刺上。这里跳跃的力度一定要掌握好，但这种操作对玩家来说应该不难，因为咱们从超级马里奥就开始接触这种通过按键时间的长短来判断你跳跃高度的机制了。本作出品于1992年，可以说是 FC 的末期，这样有这种判定也不足为怪，而且玩家一般来说也比较适应。把血补满。刚刚飞行的安全帽如果需要打2枪的话，那刚才那里就变得非常困难。能量掉下去了，下面都是尖刺，不能碰。铲过去了，又到 BOSS 战了。星星人的话，咱们就开始浪了。这个家伙应该说比较好打。再来一发，带走。这个相克我没有看懂。星星为什么怕浪呢？我还比较喜欢浪。拿到了星星人的能力。星星人的能力有一点护身的效果。同时拿到了超级剑。下一个咱们来打重力人。本作我觉得重力人的关卡是设计的最为成功。当年我是没有玩过洛克人5，接触到这种重力的要素在关卡之中，上下重力颠倒的要素，我还是在马里奥银河里边，那已经是非常晚期的作品了，Win平台的。所以说在1992年设计出这样的关卡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容易。
人物在棚上的时候重力颠倒了，那你想滑铲就要按上跳。又回来了，背景上的箭头就提示你了哪个区域的重力方向。这个地方看来可以来一发，这叫超级剑，我看起来非常像皮揣子。尤其是它的前端可以吸附到障碍物上。本关的字母也入手了，奖命一条，我好像已经吃了3、4个奖命。倒着爬楼梯，迅速的往右，下面是陷阱，来到了重力人。重力人就要用星星来浪他了。这个家伙使用蓄力攻击的话也可以。趁他切换重力的时候，放出星星就能打到他。但是他扔这种子弹的时候，你也可以使用星星来护体。这就带走了啊。咱们已经打倒了5个 BOSS 了。入手了重力能力。下一个咱们来打螺旋人、原谅人。这个颜色真的发人深省啊。也有的小伙伴管它叫风车人。这里再把皮揣子拿出来。我为什么站在边缘呢？因为你如果踩得比较实的话，它的能量走得特别快。好，补充了一下。本关再用一次，顺道吃了个血，可以了，他可以下岗了。这3个家伙夹击，洛克人受伤的话就会有一个向后的硬直，它不像恶魔城有一个简单的难度。所以在一些地形比较复杂的，尤其是有坑的场景，尽量避免被敌人打到。这里需要收集一个字母，这个字母踩着跳，起跳晚了就掉下去了，就没了。这个地方也非常难，这些螺旋的尖刺同样是不能碰的，碰就是一条命。一定要掌握好跳跃的高度。尤其这个地方，这个飞机太讨厌了，它发射的子弹是2项的，又一个奖命，我可能吃了4、5个了。这个家伙啊，没跳过去，算了，我忍了。BOSS 战。如果你之前打了重力人，那么螺旋人可能是整个游戏最简单的 BOSS， 他被重力人的能力克得死死的。但是你要注意，不要按连发的，单发来打他。他的血量和重力人的能量是一起往下走的。这样螺旋人的能力也入手了。还差一个水晶人和凝固汽油弹人，咱们先要打水晶人。螺旋人的能力使用起来比较麻烦一点，
还需要你一个方向的控制。扔出螺旋人的螺旋之后，它就一直往前飞，你按下方向上，它就90度的拐弯往上拐，如果你按下，它就向下拐。这个敌人打头的话就一下子都打爆了，但如果头没有威胁，你也可以把头放出去。这里召唤一发超级皮揣子。行了，本关我也就是用这一次，今天不用了。给了个什么？给了个血。这有什么用？给我个大衣罐多好。这个地方超级危险，碰到水晶就是一条命。跳也不要按死。这个场景连梯子都是水晶做的，又给了好多血。这个怪在背后打他才有用。一罐，捡走一罐，受伤了也值了。如果咱们身上没有 M 罐的话，那上边那个空位就有一个。补充了一点血，但是没有补满。这个地方要小心一点。对，你先要避开左侧的尖刺，然后还要拐回来吃到字母。又是 BOSS 战了。使用螺旋人的能力来打，这样咱们尽量少走位，和他正面革命就可以了。这样比较好瞄准一点，一边走位一边来瞄准就比较困难。或者呢，你是把这个武器看成是不能够向上或者向下的，只能平行射击，这样也可以。8人众的最后一位，凝固汽油弹人，这个咱们还是叫他炸弹人吧。也不对，炸弹人是另外一位。蓄好一发力再往前走，这里有老虎。血真的好多呀！往前走，这里可能是在修地铁。这个机器我看着非常像盾构机。一共4台，碰到就挂，被这个机器碰到就挂，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这地方我应该再次开启皮揣子，把刚刚得到的水晶之眼拿出来。水晶之眼碰到障碍物之后会分散，同样的，它分散如果还在的话，你是无法打出下一发的。所以说使用水晶人的能力来打 BOSS， 最好是出去的最粗的那下就打到 BOSS， 别让它分裂。奖命咱们不要了，这个奖命看起来拿着真容易，打一个安全帽就可以拿到。这些导弹最好用重力人的能力来对付，失去重力之后它就会飘走了。试一下，走了。
2发水晶之眼。刚刚这个敌人真讨厌啊！如果你走到这儿往前一跳，肯定会撞到的。哎，我的枪比较长，掠过去了，没打到他。哎呀，看来有的时候枪比较长也是弱点。我要反省自己。好，这个家伙极其好打，其实都不用能力来打他，平 A 就可以。大家注意我这个打法，吸引他往远处扔汽油弹，然后再走近了 A 他，一发带走。好的，这样初始的8个 BOSS 都打完了。那好吧，本期时间也差不多，先给大家录制到这里。下一期呢，咱们攻略后面的两个城堡。好，感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期再见。